恶煞从中作乱，一家人分离四散。家里的人没有办法常常聚在一起，跟有关系。我老公一天到晚就是往外，小朋友来说，他也一定会出去。老公一直是希望贝克宇国中的时候就赶快到美国去。贝克宇他的自己的想法呢，不想出去。他是有一次上晨晨的节目，他就说我妈妈毁了我一生，很伤哎。我说既然我孩子带不好，离。我要做单身女郎，他不到3秒钟，好啊，离呀。不仅家人四散，独守空闺，家中风水竟藏血光之灾。叫逼虎跳墙或逼虎伤人，容易有一些受伤或血光。神桌到哪里，这个位置以下都会受影响。我妈跌倒，腰椎，然后肋骨也断，然后腿也不能走路。妈妈就常常会睡眠不好，得忧郁症。向往家庭和乐幸福的崔佩仪，家中风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导致家人聚少离多，甚至酿成疾病缠身？究竟风水团队有办法替她扭转运势吗？收看我们这个老的品牌老字号，大家好受欢迎的风水有关系哦，谢谢，刚才大家谢谢，而且今天呢，我们很不容易呢，可以呢到他家来做这个风水上的这个帮他调整一下。跟你讲，只要爱看戏剧的朋友，我相信呢，你等于是看着他一路这样子走过来，看着他幸福快乐。8点档的女主角啦，太厉害！现在有幸福美满的家系列的花仙子。哎呀，花仙子李佩姐。哎呦，你讲我不好意思啦，真的是。哎呦，那个分路啦，哪里？你是说喇叭花逼的啦？不，为了家庭牺牲奉献，已经变成一朵喇叭花了。欢迎小，你搞到垮，哪里来的？没有，而且我必须要讲佩仪姐，你最近瘦好多哦。对，瘦了，目前现在已经14公斤。但是人一瘦，真的看起来就年轻。哦，谢谢。啊，佩仪姐非常开心，今天可以来你家。没有，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而且也没有曝光过。哎呦，没有曝光，我们家破破烂烂的。哦，太谦虚了。相信你一定把你家里一手打理得很好。是，但是蛮好奇，因为在大家的心目中，你就是家庭事业各方面都很圆满，现在贝克宇也很大，又很乖很懂事，是就不觉得你有什么样风水上面的需求？对，有吗？有，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就要一个温暖的家。是，可是问题我从小可能跟爸爸的缘分很淡，因为6岁爸妈就离婚，就妈妈跟我相依为命。是，然后从小就孤苦伶仃2个人。那结了婚以后呢，我又嫁给外国人，就我先生是韩国人，但是他一天到晚工作都在国外。其实我很希望有一个人，比方台风天，不要怕，你有我在。哦耶！啊，老婆有我在，而且生下一个欧巴了，又不在身边。对，那就一直分隔两地。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住这个地方，让我是找到一个，就是先生必须要往外面去工作的一个，然后家里就是永远就是我跟孩子。以前是我跟妈妈，都是2个人，就是很孤苦伶仃，有点孤单。佩仪姐住在这里住多久了？住了20年。哇，那时候是拍好像是中式的8点档的时候，然后我跟那个另外一个艺人来这边看，刚好是工地时候我来这边做，它是一个教堂。哎，我就觉得这边刚好 view 很棒，那个景美河，他就说盖起来以后那个整个 view 不会被挡到。采光很对，我就想说妈妈应该会喜欢这里。它都是出发点都是妈妈，对，妈妈喜欢，那我就 OK。对，所以是这种孝顺的心意来住到这个房子，住了20几年。对，然后希望呢，对，在这个环境里面，家人可以常常团聚。没错，对。那我们现在风水有关系，都会请老师，是不只是看居家环境的风水，还要从大环境、大地理来看这个空间是你风水怎么样？当然，一般来说的话，风水呢有50%要看在这个所谓外在的大环境，50%才是我们室内的格局。那佩仪姐家她的这个风水呢，跟一般来说的话呢，会有点差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古人说分金差一线，富贵不相见，也就是说，它可能只是偏过来一点点，偏过去一点，差1度，有可能会有很大差别。观众朋友，通常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在河流或者是在这个所谓车道上面，它有可能会出现大型的 S 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有可能只是差一个角度，哇，这边人玉带环腰，
好，也就是马路是环在或河流环在这个我们的屋前或屋后。那么相对的反过来的时候就变反攻。那么随着玉带环腰，对于商人来说的话，会有很大的一个这个赚钱的机会，因为代表河流，代表财水啊。但是相对应的也跟他的这个工作关系会有关系，所以有可能会到处跑来跑去喽。但是反过来的话，影响就大了，因为如果一旦出现反攻的话，有可能会出现所谓的血光啦或意外伤害。而且呢，跟小孩也会教育方面也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是要在楼上家里看才知道吗？对，要到楼上去看才会知道。佩姐，我们现在就我的小窝要曝光了。今天委托人崔佩仪，因为老公在外地工作，常年聚少离多，平时独自照顾小孩。如今小孩也想出国留学发展，即将独守空闺而感到彷徨。今天就请来风水团队帮他看看问题究竟出在哪呢？哇，都没有曝光过耶，好兴奋，好期待哦！近哦，而且还有迎宾小帅哥呢。哎呦，姐姐好，还想知道我们家风水到底哪里出问题？你想要怎样的风水可以改善家里什么？就能让家里赚更多钱。贴心好儿子，不是，那妈妈可以赶快享清福了，因为他知道妈妈最喜欢钱，贴心的小孩，对，好，我只要家里不要吵架，和睦，然后全家健康就好。对，妈妈的基本的需求。然后他读书乖乖的，不要让我操心就好。他很乖呀，很有才，希望更乖大了。对呀，都懂事了呀。那我们赶快进去聊。来，等一下，因为我们老师，你有事吗？先有是，因为我们要进去之前呢，发现呢，其实在门口就有一些风水上的问题啊，门口就有了。对，我们家走廊吗？怎么了？没有窗户。其实一般来说，你想要知道房子里头好不好，通常在大门往里头看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通常我们的门呢，有时候大部分人家就是单边嘛，对不对？可是有时候呢，以前古代应该是左右两边是对称的。对，好，其实古代代表男左女右，好，常常代表男左女右这样说法。然后我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因为这个可能跟佩姐可能在以前给我们的形象感觉上有点不太一样。以前可能在我的这个基地形象有认为佩姐是非常的这个有威严、强势、有威严，是啊，他是蛮有威严的。对但是以这个大门来看，结果居然是在家里头的情况是反过来的。因为这个门比较大，这个门比较小。老师，对，我给你看一下那个门，这样哈。老师，这先把我们赶走了。老师这个时候就不要来了。终于说出我的心声，虽然我外表看起来很强势，其实有的时候还蛮听话的，因为以这个门来讲，就是男生比较强势，女生是比较小片门。你知道吗？韩国男人你觉得会好搞吗？不好搞，所以很强势。韩国男人，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没有搞过韩国人。对，我们没有嫁过韩国男生，是不是？就算没有嫁，我儿子也是都要听他的。像之前有一次贝克宇因为他是我的心肝宝贝嘛，然后他是有一次上晨晨的节目，就突然就讲到，因为我们平常蕊通告的，他蕊他的，我蕊我的，他只有上节目才知道他要讲的心里话。他就说我妈妈毁了我一生。很伤这句话好像有点严重。对，为什么这样说？他觉得说什么事情都是我在帮他做决定，他要学什么东西，他要读什么，是送什么学校，什么学校都是我在帮他铺路，因为我认为我是为你好嘛，离家近，如果管教好，什么对学对好的环境。可是他是一个从小非常有自己想法的小孩，对他就会觉得说怎么样？你真的是不是制作单位有特别叫你这样夸张？没有夸张，你就是那时候真心这样觉得，对吧？我跟你讲，真的，我看那些韩剧啊，是感觉上是韩国的男生都还蛮大男人主义的。你要谁哦？对，你这个问候吗？要好说，不是吧？对不起，我韩语都比较不，他们的威严已
像是演在这可能我们跟谢老师的想法很像，就是说，好像以前看你上那个谈话性节目的时候，感觉都是你在管先生的部分比较多，到最后可能都退，到最后是我妥协。那现在慢慢20年了在一起，那为了家和万事兴，很多事情就觉得男人他反正也是为了这个家好。但是一般来说，还是希望说家里头的男女的这个地位能够比较平等。对。所以其实呢，这个部分呢，我们通常会在比较小的门下面压上所谓的5帝钱，然后让这个两边的这个气场能够比较平衡。往里头看的时候，就会发现里面还有第2道、第3道煞气。哪里？这一开门就见佛了，安定对呀。其实首先菩萨。第一个问题就是，虽然开门见佛感觉上是很好，可是问题是它的佛像的后方，你发现是镜子照过来，这样空间比较大。可是问题镜子照门会产生一些影响。什么影响？镜子照门，首先第一个，因为是照自己家里的门，所以家人之间他可能会有一些也许一些口角或者口舌方面。对，有一次我跟我先生2个人，为了他那时候小4。他爸爸每次教他英文，说他英文如果不好，后来他就会直接，你拿美国公民，你英文这么烂，他丢美国人的脸啊！他就在台湾，就他爸爸就要求很严格的，然后他就吓到一直抠那个椅子，你知道吗？啊，我就妈妈，我就站在后面，他意思就是说你救我。然后有的时候教数学，就轮我教数学的时候，我就啪一坐地板，你白痴啊！这种简单都是个猪脑，教你几遍，就他爸在后面就看不下去，说。你有病啊！骂儿子白痴，那你是白痴的妈吗？你妈妈猪的，你是母猪吗？有道理，对，讲得真好。你这样会伤儿子的自尊心。是啊，吵到怎么样？吵到最后呢，就有一次就是让他教数学，教1遍不会，教2遍不会，所以我才会骂说你白痴啊，猪啊，什么。没有啊，爸爸，如果我跟爸爸在教我数学的话，我可能花1/3的时间在解释那道题目，因为他看不懂中文。你念一遍，再念一遍，什么再念一遍？然后我在后面就说，他自然、社会、历史什么都还没读，你光这一题已经教快1个小时了。他说就是你这样子啦。花1整天让他搞懂这一题以后，那这一题就不会错。你呢是马上就立即告诉他答案，他下次还是不会。孩子你怎么教的？就是你这样教法，所以把孩子教成这样。他只找寻答案，他不找寻解决的方法。你们2个夫妻可以就请家教就好了。已经我讲，对，就是这一对，你不要靠我那么远，没那么准。我听了都累了。对，可是当事者人就这样哈。后来我就心里想，哇。我从生他在小蝌肚子都是我一个人带，你居然跟我讲孩子能怎么？里面有小蝌哦，就小蝌蚪哦，小蝌蚪，这位对哦，所以我就很生气，觉得很难过。因为女人有时候那个感觉，那我妈妈年纪又大，我照顾妈妈好，我照顾不好是不是？我就拿着包包，就穿着家具就走，就走，就不想看到这个人嘛，因为他说我带的不好嘛，就眼泪他那把在意的事情，他却又往那里刺到他。对，后来呢，我就哭，那我就想，天下这么大，我要去哪里？真的吵架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回家。容身之处。对。Why？ 后来我就开着想，好吧，车子脏了就去洗车嘛，让自己calm down一下，就是冷静一下，我就去洗车。在洗的时候就下车，他还自己去收一收，好清醒。真的很想，我本来想说去哪去哪，后来想干嘛？我去外面流浪干嘛？后来就自己难过，就现在不是都有 LINE 吗？对。我说既然我孩子带不好，你带回去，先生你自己上班自己带孩子。我这10几年还这么辛苦，你居然这样说我孩子，我是用我100%的生命再去教孩子。好，都是我不好，我要做单身女郎，我要过我自己快乐的日子，我不要再被家庭绑住。我就按出去了，他不到3秒钟，好啊，离啊。很潇洒呢，这都在气头上吧？对，没有，他是有原因的，因为我跑出去了，他找不到我啊。对，他很生气。离呀，我是不是会回来？对，然后我就回来，门一开，怎样？他就叫我儿子 Randall，come on，mommy come on go home， 然后后来他就2个人就跪下来，老婆，我不是这个意思。先生好厉害哦！对，然后我就整个原来夫子下跪心腹，可是这招好屌哦，他帮点档还帮点档，只有这一招我才会回来，是，我就感动啊，点不回了，是，我就感动啊，就觉得
样，我干嘛要这样？老半天就是这个镜子的问题。记录啦，镜子，哎，这个装那么多年了，对不对？那以后我没有这个镜子回来，老公回来了，就不会吵架了吗？那我觉得会差非常多。对，我觉得立马把它打破。不用，我贴起来就好了，贴起来的。其实化解方法非常简单，只要把背后这个镜子的部分把它接住。其实呢，第一个它可以化解镜子可能开门见镜，镜子照门。第二个问题也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这一个神像上面后面是镜子。照理来说，神像不可以用镜子照它。是，没错，是哦。不管它有开光没开光，因为第一个呢，如果有开光的话，镜子照它其实很容易退神。是。那观众朋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第一个家里头摆放神像的话如果你是要要拜拜的，那么可能要特别注意，观世音菩萨的净瓶是不可以往下倒的。当初观世音菩萨因为这个所谓的旱灾大旱嘛那为了要解救这个旱灾，所以呢他才把这个净瓶水往下洒，天降甘霖，普度众生。对。那么我们一般讲财水，对不对？那如果除非我们许下大愿，要把我们赚到的钱拿来普度众生的话，对，你有这个大愿的话，我水才会往下倒，要不然的话财水会比较不容易聚在一起。第二个问题是，你没有发现前面都放一些很多东西吗？对啊，感觉上有花，然后有这个所谓饼干啊，有什么各种，还有水在这个地方。一般在民间里头，不管它有或没有这是开光拜。但是你放这个地方的话，就像贡品一样。如果我在前面放上贡品的时候，会不会有有可能其他人觉得这个地方又有人供，有人拜，还有放佛经在我的前面，它有可能会进到这个我们的雕刻的这个神像里头去。是我们想要供到所以这个才是我们才说为什么它可能在神像的前方不能够放这些贡品，不能够供水放这些。那我如果把它拿起来，拿掉就可以了。对，观众朋友，如果真的担心说有没有可能这个我放了很久了会有影响，你可以准备观众朋友可以准备一个大概差不多拇指大小，就是差不多10块硬币大小红纸，剪一个圈圈，贴在这个木雕的后方或底座。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解决这个木雕会不会有可能他担心其他的问题。对，其实都很好处理的。大门容大无效，导致女主人没地位，建议在小门放上5滴钱化解。开门见镜不仅导致口舌是非，镜照神像更是大忌，建议将镜子贴起来。而神像前摆放贡品容易招来好兄弟，在神像后方或底座贴10元硬币大小红纸即可化解。而家中观音若净瓶向下，恐导致财水外流。看一下你的客厅，哇，来，好，来看哦，总共有3+2+1，第一个3，以前妈妈后面有没有？对，健空，2，空，无靠，1，走道，对。是怎样？没有一个沙发是有靠的耶。是要靠什么？我要靠什么？靠老公啊！当然，你这里是不是？靠着腰，沙发靠就好，有沙发靠就好。你要有石墙靠啊，你再稳再栽啊，对不？你看拢扛啊门。一般来说，观众朋友，如果你的沙发是属于3-2-1的话，通常3个位置大部分会是主位。2的位置呢，或者是2的位置大部分是客人坐的位置。那至于1个的呢，有些人设定是给男主人坐的，有人设定会给男主人坐的。那这个时候就要注意电视机的位置在哪里，它的正对面其实是主位。那么如果发现主座后面其实刚好是一个走道过道，那就背后是空的，那坐下来就会坐比较不稳。其实我们只要换一个角度去想如果我把这个电视机位置就放在沙发这个位置来好了，把电视放过来，对，我把这个长的这个主位放在那边去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你坐的后面背后是石墙。第一个你会发现，进来的大门。不管他要进这边的书房，还是要到楼上，或者要进来到里面餐厅，其实你会发现，就坐在那边连动都不用动。我看电视，然后我一眼就会发现所有人的东西。谁进来你都知道。可是呢，要特别提到另外一点，因为先生希望说他能够这个赚的钱，我能够聚财。对，因此第一个从大门进来最深内侧的明财位，明财位这儿，我觉得那个位置是我的
哎，大家没有发现吗？我们现在面对着他照着镜子。镜子哎呀，你看你们家的好风水都被镜子破坏了。姐，你们家已经够大了，干嘛那么多的镜子？哦，我就看上的都有镜子。这冥冥之中注定的吧？有镜子又怎么了？哎呦，怎么了？有吵架吗？其实不是，因为不同的位置，好，风水上是吵到客厅。风水上是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影响，比如在明财位，它就是聚财聚气的地方。对。那我的房子要聚气，你不能镜子刚好这个气进来，然后我又镜子反射又推出去，所以你财进财出，左手进右手出。我手很松的地方，就是手很松的地方，手头都会只有松松的。儿子啊，因为驼背，现在长太快，然后我就正好去参加那个训练的，我也去参加，你报名就2年，对不对？那种健身房，对，健身房。然后呢，儿子说他重训，我一口气，他不是12堂吗？12堂的话，价钱1个小时是2000多块，蛮贵。他说就给我催眠36堂，比较多一点，他会变更便宜。我就一口就答应我儿子说，妈不要那么多，现在12堂。我说美，你懂什么？36堂，一下就马上就6万了。Oh my god！ 我们到现在才选2堂，我儿子就说。妈妈，你真的乱花钱，连他都看不下去。其实基本上化解方法最好的方式是把镜面贴起来哈。第一个呢，它不会反光，是第一好。好，那我如果贴雾面的话，也可以，因为它毕竟没有那么清楚。好。那我觉得也是 OK， 但是其实呢，问题在于我刚才提到，当我们第一个聚财，如果是财气明财位的话，聚财它容易把这个财气散掉，这个是一个问题。是。但是第二个问题哦，家里的人为什么都可能没有办法常常聚在一起，跟镜子也有关系。第二个问题，你有没有发现里面有一个影响先生可能没有办法长期在？什么东西？老公常年在外，原因是家中百事办大忌。老公小孩纷纷离家，空巢状况可以逆转吗？我老公一天到晚就是往外出外求食的一个状态。小朋友来说，他也一定会出去。老公一直希望贝克宇国中的时候就赶快到美国去。贝克宇他的自己的想法，不想出去，可以逛街吗？对，就没有问题。如果大家都回来了。第二个问题，你有没有发现里面有一个影响先生可能没有办法长期在？什么东西？有一个特别小造型，那个是船吗？那有一个重点是在船的头方向，如果是往外开的时候，表示家人都往外，家里都只是休息的，像旅馆或那种客栈那种感觉。您家是 QK 啊，不是托马里哦。对啊，都 QK 啊，对啊，回来把衣服拿给我洗，吃几句个饭，然后拿钱回来就走了。对，台湾有种公司，可是都是要全部全部的外派。像当初我跟我先生，其实我觉得可能天生我们就是一对吧。就是那个时候，在1999年的时候，赫伯台风，那时候我在拍《君子兰花》，然后呢，我们全班都结婚了，就只有我一个人还没结。那大家说你眼光不要那么高，该嫁人了，30几岁。后来呢，交友同学她的老公就说，有一个男孩子还不错，你来，我介绍你们认识啊。刚好那天赫伯台风，然后那个君子兰花打雷又下雨，在杨梅开始就说现场不能收音，就是撤了。我说好，他就说约在哪里见面。我说要像理查吉尔那样帅的哦，不如说要多金的哦。我想太多了，你知道吗？条件开很像麻雀变凤凰的剧情。不是因为我就喜欢那种年纪，因为我从小没爸爸嘛，我喜欢年纪比我大一点，个子高一点，成熟一点。然后我不懂的地方，我傻大姐，他可以你乖，我这个时候怎么很有耐心的。好啦，结果一去看到，天哪 ，Oh my god， 个子没我高，比我小。不会讲中文，没有一点是符合我的，我就很想翻白眼。他讲什么都要经过同学翻译，我真的一句都不会讲。他是跟同学讲英文，对，我同学英文很好，我英文就很烂。后来我就心里想说，好吧，就回去了。隔天呢，又打给我同学，说飞机还是不飞。他一个人在台湾没有朋友，说我可不可以陪他吃晚饭？哎呦，我水瓶座心里想。没有跟过这种不会讲中文的男孩子谈恋爱，我就跟他讲，你去买个快一通，不然我没有办法跟你沟通。快一通，那个年代快一通很好用啊，那时候没有 Google
translate 我同学没有办法他要上班，他没有办法再做翻译了。其实难过的时候会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明明两个人很相爱，可是为什么你们要分隔两地？就是人家像我老公，我周遭的朋友，每个人都是晚上回家会跟先生在一起啊，去散步啊。我好像这样。那像我有时候台风天，明明我自己下面也发抖穿，因为我家窗户多，有时候那个水啊都会泡。然后我就跟人讲不怕，其实我很怕。或者大地震的时候，我也很怕。在这种脆弱的状况之下，我希望老公在身边，正常。像前一阵子，就是我妈妈还在的时候，那时候贝克宇只有小学。我妈妈呢，因为80几岁，她有高血压，有心脏病，又吃安眠药，常常呢，她又独立，又不喜欢叫阿姨，一摔腿就断了就不能动，就要送去那个开刀。那小孩子呢，上学才小学，又不能让他自己回家，他也不会自己煮饭。那你一个要丢给阿姨，一个我来顾。那如果2个怎么弄？就常常有的时候肋骨又摔断，刚好是要接小孩子的时间。然后一断以后就兵败如山倒，就到加护病房，要插管不插管。然后小孩子如果功课又不好，在学校发生什么霸凌或者什么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就觉得快崩溃了。其实一般来说的话呢，化解的方法还蛮简单的。也就是说，不管像飞机也好啊，船也好，任何的交通工具一定都要朝着屋子里头来。你可以试着放看，也许你会发现说，当它的这个船头向屋内的时候，那么一般来说家里头就不会像我刚才提到，也许就像旅社、旅馆，我只是在可能非常忙碌、有空闲的时间才回来。那这样子的状况就可以改变。OK。沙发背后无石墙，容易心神不安。建议电视和沙发对调，并将3人坐沙发靠墙。而财外摆镜面柜导致钱财外流，可以用雾面贴纸来化解。而家人聚少离多的问题，将船型摆设头朝内即可化解。但是第二个问题，其实会影响到这个的，还有个更大的问题。是在我们的厨房里面。厨房格局常恶煞，老公小孩注定离家。血光之灾找上门，神桌高度有玄机。叫逼虎跳墙或逼虎伤人，容易有一些受伤或血光。神桌到哪里，这个位置以下都会受影响。狗妈这样腰椎，然后肋骨也断，然后腿也不能走路。妈妈就常常会睡眠不好，得忧郁症。里头也有这个往外远行的一个格局，在这工作上会有很大的影响。到厨房了，是女人的天下。对，蛮大的，就这边。哇，也没有，就小小的啦。然后在后阳台，洗衣机在那边。对。照你家，对，很好，离这个水龙头也蛮远的。对。但是我有觉得怪怪的地方，哪里怪？这边有一个柱子，就变得好像没那么方正。对。然后上面有对。其实一般来说，观众朋友要看房子的这个厨房的位置的话，你要看房子的结构。你会发现，刚才在外面这个地方是饭厅的地方，它其实是在柱子这个位置。对。所以也就是柱子这个地方，其实是原结构的这个室内格局。那么，当它的横梁作为边线的时候，它把它打出来以后。也就是对，这是原阳台的格局，对不对？那这也就会造成说，我们叫做出外求实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我要对，也就是我要赚钱，要赚钱的话，必须要往家里往外越远的地方，越容易赚到钱。哦，难怪，就是我老公一天到晚就是往外，然后我的厨房也是在外，是礼拜六、礼拜天，我是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出外求实。我的老公一直是希望贝克宇国中的时候就赶快到美国去，他说因为那样的话，在美国扎根，他才能够读美国的大学，知道美国的文化。我就说不要那么早，因为我妈妈生病，那时候我照顾妈妈，我说妈妈走了。我最思念的妈妈走了，我说这个儿子是我一脉掉下来，我说还先留在我身边。我老公说你不要后悔，
孩子男生还是要让他看外面的世界。我说拜天不要，就一定要送去，难道一送出去就一定成功吗？我好好教他，一样可以成功吗？对。那儿子大了，我们现在还是希望他去外面，不能老是拴在裤腰带啊，还是要让他去外面看看外面的世界。那贝克鱼他的自己的想法呢？不想出去，因为每天妈妈管他驼背，管他这个，管他好喘呢。其实也是男孩子，就是说男孩子他想要独立，去外面也好啊，也是 OK 的。他才会知道在家里多温馨，妈妈会煮饭、洗衣服、照顾你。出去外面都要靠自己了，在家里都有妈妈在。这个因为破出来，可能我们全家都会出去，就是。高料料，所以会体那个红起来，对吧？而且小朋友来说，他也一定会出去，因为为什么呢？你会发现整个原本护阳台它是变很小的，对，所以他在也就是说可能在这边的空间会小一点，往外去发展，它比较有空间。对，刚好配合这个厨房花，我想应该它这个往外发展。那有需要化解吗？如果是这种可以化解，真的吗？可以化解吗？再把它打回去。其实原本设定上面来说是应该说把厨房的位置尤其是瓦斯炉的位置，只要瓦斯炉移在原结构内就没有问题。所以水槽在外面没关系，瓦斯炉换在对，只要瓦斯炉哦。对，瓦斯炉那但是要稍微注意，就是水的位置，水龙头现在这里嘛，如果到时候水龙头可能会移到比较里面的方向，这样才能够避免水槽对着瓦斯炉的脉啊，水槽对着瓦斯炉也不行啊。不行哦，水槽又会吵架，对，会更严重的吵架，严重的吵架。严重。所以这个瓦斯炉放这边，水槽放这边，对，不能正面相对。突然默默大家都回来了，我还是可以，可以啊，就不一定要出外求职，可能在国内就有机会。是，然后可能小孩子也有别的这个发展，对发展或者是对啊，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了，对，会不一样的想法。可能只要离开我们现在住的，以后你常来我们家住，然后你指点我，然后我真有改善。好，对，真太棒了。无以为报，只有以身相许。别二姐，吓死了，老麦哦，带他去钱柜唱歌给他听，声音的声啊，以身相许。冲凉的位置看出厨房外推至后阳台，导致家人需出外求时容易离家。且后阳台窄小，代表孩子需出外发展，将瓦斯炉移至原本架构内即可化解。听说贝克鱼很爱唱歌，真的非常喜欢。那我们去贝克鱼房间看一下，有没有唱歌的空间？哎呦，这些本来是我妈妈的房间，她奶奶就这么一个外甥嘛，就一个，就是说你拜拜奶奶房间。那你原本是住哪里？妈房间。因为我老公礼拜一到礼拜五都不回来，这个长得跟他爸爸长得一个样，我看到他就像看到爸爸一样，就安全感，对。以前是妈妈睡这边的时候，那时候就是靠床头靠这边嘛，因为这边是西晒，对，然后妈妈就常常会睡眠不好，因为这边是景美桥，所以有时候晚上我妈妈不喜欢，老人家不喜欢开冷气，她说风湿会痛，我给她做气密窗，她也不要，她说那不通风，她喜欢把窗户打开，是，然后这边就晚上就有人飙车啦，或者摩托车或什么就很大声，她老人家就睡不好，睡不好就会情绪比较不稳定。奶奶不要啊，奶奶都喜欢我，每次我妈不准让开冷气，我就喜欢开冷气，所以妈妈那个时候就得忧郁症。那个时候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房间是出了任何问题，到底怎么要让妈妈就是会有这样不好的念头啊、生病这样。首先第一个就是观众朋友可能要特别注意，我们睡觉的床的头后方尽量不要是出入的门，所以你会发现旁边刚好第一个是出入的门，好，第二个呢怕影响到健康，所以通常睡觉的头后方不能是厕所。我这边2间都是厕所，里面都是厕所，太巧了吧？会健康啊？对，会影响到健康，因为你可以想象说，厕所毕竟是我们排放体内秽物的地方，在头的后面，其实不管是从门的旁边传过来，你闻到，或者是有时候厕所做的不是很好，有可能会渗漏过来，导致后面可能会有一些发霉或者一些细菌产生，潮湿，那我觉得都会影响到健康。第3个问题就是，因为它这个地方呢，它是西晒过来，对不对？其实正常的情况下，它这个位置呢，光会比较强一点点，对，所以
以他应该在睡觉的时候头不要朝着光会来的方向。所以如果换个角度，如果后面加一个床头柜，头放在这个位置的话，第一个光就完全不会对着我的脸跟眼睛。对，那第二个部分来说的时候呢，我的头后面就不会是厕所。那第三个是我刚才提到这个地方呢，因为是我们主要进出房间的门，那一边那个房间那个门是厕所的门。如果在这个位置的话，我就可以同时看到，不管是从我的门进来，你要进来，还是要到厕所去，都会在我的视线范围内。哎呀，其实风水上面不光只是外在的风水问题，还有一个是环境会产生心理影响。那这个就会因为我环境摆放的位置产生心理的影响，那就会让他前世安定或不安定了。床头靠门容易身心不安，靠向厕所墙面则会影响健康。且床面向窗光线太强，建议加装床头柜避凉，且改变床位即可化解。家是楼上还有那个佛堂，对，而且今天因为一开场的时候，老师有特别讲说要看一下你这个大环境到底是玉带环腰还是反弓，这两个差很多，反弓是不好，反弓就不好。河流山势影响运势，小孩叛逆，事业受创。我们家妈妈从以前就喜欢就拜菩萨，对，是妈祖。然后对，那这一尊是以前有一个男人追我，是一个大老板，然后他在我们家信这个，然后就从梅州那边把妈祖娘娘特别开过光请回来的，我说保佑我妈妈身体健康。老师看一下，因为主要拜的是这个妈祖，对，哦，然后也书圣人，对，也蛮长的。首先我要先讲一下，就是通常观众朋友在摆放神桌的时候，首先第一个要考虑到光线的一个问题啊。那你会发现，如果你刚才看在楼下看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往那边看过去，好像感觉到那边是屋前，对不对？对。因为感觉到那边光特别的亮。对。其实但整栋大楼原本设定上它是反过来的，其实我们是从这边进来的。是。所以神桌摆放这个位置是对的，也就是它朝着屋子的前方看。是对的，对到是前方。对，但是问题在于这个窗户哈，有时候就是说神桌旁边的窗户不要太大。主要是因为它太大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看起来就是有雨水啊，什么喷进来，对不对？对对。它第二个常常日照。对，常常日照的时候，你会发现颜色就很容易都退掉。难怪我们到庙里面去好像都是比较没有晒到太阳。对。那这里加空窗也是。可以，这是一个方式，或者是说我把这个地方遮掉一半扇窗，让光呢只从前方进来，而不要直接照在神明的身上。那第二个部分你会发现上面有摆放花瓶。对，我妈妈在的时候，除夕像会拜啊，或者某些特定的假日会插一些菊花啦，或者什么对。所以它只有在把花瓶跟花一起供花吗？对，是只有空的花瓶在那里，那就冰冻啊，就摆在上面就好了。看人家偷吃呀，就冰冻。对啊，对啊。如果没有插花，干脆就不要放花瓶。对。为什么？因为基本上花瓶其实跟家里的这个桃花会有关系。每个人都犯桃花吗？这个不一定，因为有时候也许我这个桃花重点在于它是空花瓶，对，而这个桃花搞不好是空的，看起来好像很多，说不定空桃花。空桃花是好。就是看起来好像有桃花，但是其实真正到最后你会发现不一定是有。就看起来我很喜欢，结果我们两个没有开花结果，对不对？这是一个烂桃花这样。对，不真实，是吧？首先第一个是观众朋友，如果你要摆放花瓶的话，第一个呢，就是在如果像刚才讲，原本就是特定时间摆的花，那我就只有在特定时间放了花以后，我再放上去。那平常的时候尽量上面不要放空花瓶，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放的话，我会建议就是至少我们可以在比如说特定的节日，比如说端午节，我取这个所谓的端午节也要拜哦。比如端午节取50水，取阴阳水，然后一半的热水，一半的冷水，然后可以准备12枚铜板。
啊，好，把这12枚铜板10块钱，都可以，10块钱都可以。你在笑什么？好。然后把水慢慢煮开，因为我们这样讲，就为什么要12枚哦？因为我们人有12个生肖，对，12一年有12个月份，对，一天有12个时辰，哎，真的也都12了。对，所以古代他认为年年月月日日时时，他的这个财运都能财源滚滚。然后你刚刚讲说煮开以后让它滚个2-3分钟以后，然后把它放了以后，把这个钱币呢拿出来擦干净以后，那我用两个一组，然后放在红包袋里头，放在空的花瓶里头，家里头有任何空花瓶都可以摆放，让它不要是空的。就会改善这个所谓的空的一个桃花的一个这个情况。然后第二个还可以达成聚财的一个功能。聚财，为什么不早点来我们家采访呢？这样子的话，有一些桃花啦，或什么破财什么都可以呀。对呀，讲桃花，你干嘛眼睛背这样？姐夫有桃花吗？当然有咯。我记得哪里的？日本的。你说台湾的日本人。台湾的日本人，对，国际化哦。是这样哈，就是这样的姻缘。那时候贝克宇大概只有小一吧，就是我老公因为他会6个国家语言，他常常会到日本出差什么的，他觉得他没有常讲日文，他就想说去学一个日文，他又没有不要1 by 1，他就后来就到一个补习班去学日文。那个日文老师其实长得跟你有点像，皮肤白白的啊，就是他讲话说呢，对，然后就是很温，对，很温柔，然后个子也不是像我这样高大，然后就是学就呢这样子哈。有一次就是备课语，我就把老公下课了，我就开车去接他。那儿子我又看到老公站在一排女孩子的中间，哇，笑得超开心的。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对我这样的笑容了。然后呢，他就一直讲啊。结果呢，后来老公上了车，他就说，哎，那可不可以送那个日本老师到哪个车站捷运站？那边没有。我也很大叫，好啊，这样。然后有时候去哪里我们去百货公司玩，他就说，我想买一个这个日本的什么蜂蜜蛋糕。我说干嘛？那个日本老师他因为在台湾很久了，然后他那个蜂蜜蛋糕是他家乡的味道，我想买一条给他。哇，好有心，好有心哦！我也买，女人要度量大。对，我买，对，就买啊。其实可是这是空的嘛，对不对？这是空的嘛，对啊，所以没有啊。好想，对，没怎样。对，就我相信我老公啊，可是只是就是说，他就是对他特别好，特别谈得来这样子。对。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在这里，你会发现神桌其实它很贴近旁边，对不对？对。观众朋友要记得以神桌的位置往外看，南桌这样讲说，我们有讲门的方向是男左女右，对。但相对的这个呢，龙边来说代表家里的男生的发展。龙边是这边的。对，龙边开阔。对，要开阔。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右手边这个位置虎边的话，一定要记得，第一不能太窄。不能太窄。第二，不能堆杂物。好，我一堆杂物，这代表我吗？其实这个如果在前面是代表可能妈妈，因为妈妈那个时候很早就已经长成熟，对，所以这个要代表家里的人要注意第一个呢，当然对母亲的身体会有影响当然接下来就是换着我们对。那第二个部分来说，因为虎边太窄，叫逼虎跳墙或逼虎伤人。那也就是说，要特别注意，容易有一些受伤或血光。不管我们讲说，你的身体神桌到哪里，这个位置以下都会受影响。妈妈好像就是对我妈腰椎，然后肋骨也断，然后腿也换过肢，对，就不能走路，然后到最后都摸行馆上。神桌四周窗户过大，容易退神，建议加装窗帘或折板扇窗。而神桌上摆放空花瓶，导致招烂桃花，建议不要摆放。神桌虎边堆杂物，则容易导致血光不断，应该保持净空开阔。这个神桌的问题大方向是这样子，但是外在我们在外面就可以看到，真正我们一开始提到会影响到他们家的风水。真的吗？外在？好，来看一下外在的环境。天，
舒服了。对啊，这太阳很好哎，舒服，而且就是很空旷、很舒服、很自在这样子。对，然后重点就是外面这一条景美河，对不对？我们从这里其实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整个河流的走向喽。对。其实好紧张。其实整个房子我们坐向应该是朝这个方向所以刚才讲神明的方向是对的。那这个在屋后的地方呢，刚好是河流经过的地方。对。如果我们大家仔细稍微看一下，因为这个河流在屋后的这个方向，我们把它转过来看的时候，它刚好是在大的一个环，有没有看到弯进来的地方？所以我们大家回头看的时候，会发现我刚好在一条之隔，在这条桥的里面。对。然后它是玉带环腰的。所以不是反弓，是玉带环腰。对。好舒宅，真的。对。阿弥陀佛。这个阳台就是代表男主人的事业啊，各方面的发展，所以都对，我老公现在还蛮那我儿子呢？将来也会。儿子好潇洒哦，担心的就你啦，对，因为就这么一个命根子啊，对。而且屋后呢，其实也代表子女的发展，所以以前呢会提到一个，比如说我如果是屋后屋后如果有玉带环腰，当然小孩发展也会很好。加油，老年我就靠你了。没有啦，不会给那么大压力。但是我刚才提到这一条桥一桥之隔壁呢，刚好就反弓。那在反弓的这个外对道的位置来说，同一排来说的话，就要特别注意，因为它后面也代表子女嘛，也代表子女那个部分来说会有一些发展上的一些问题。那其实有时候会讲说，比较子女的部分会比较容易叛逆，不好。不是我们这边。对，所以一桥之隔，很明显的会有一点区别。对。哇，那很好啊，难怪贝克那么乖，对不对？然后姐夫的这个工作又很顺利。对。那女人住在玉带环腰的地方呢？也不错啊，也表示说先生的发展很好，我就比较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对呀，姐，你就有幸福的人生啊。我会有发展。其实是不错的啦，但是观众朋友是这样如果我们看到周边的山，要是刚好我们讲说周边的山能够成为我的背靠的话，更好。所以最好是后面还有一座山可以靠。对。了解。我们这里都可以看到101啊。的确有山啊，稍微远一点点也有啊。对呀，有山有河，对不对？多好！我今天来到这个佩仪姐的家，我才真心的发现为什么她可以有这么多的正能量。其实就是因为她住的地方很好，然后小孩很听话，然后老公这里发展的很棒，你就是一个好女人、好太太、好妈妈。接下来她就可以轻轻松松享清福，接下来就换你孙啊，对，这样这个成家立业，是好好的孝顺爸爸妈妈，对，好不好？都会改棒的，对，加油，感恩，谢谢老师，谢谢大家。